穿越这浮夸的世界，期待重新裂变的力量。反转中溢出这愤怒，足以燃烧崎岖大路。幸福从来没有日期，感动或伤害只会更坚强。寻寻觅觅，追踪真相，引领前进方向，始终都是你。Keep running， 答案就在前方，不能退缩，不想设防。Keep running， 黎明就在心中，沉寂思念，危机相同。风暴撕破天空，不再可控，眼看脆弱融碎，好想打开。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只有你为我定义。就在前方，不能退缩，不想设防。Keep running， 秘密就在心中，全知思念，为之伤痛。风暴撕破天空，不再可控，眼看脆弱揉碎，好想打开。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只有你为我定义。我脑洞一开，我造了一个假的密信，真的呢，在我家厨房呢。走，哎，老爷走。老婆，水烧没烧开啊？老娘又不是神仙，你要着急就喝凉水。哟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慢慢烧，慢慢烧啊。这太厉害了，这什么呀？哎，你转悠什么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大胆刁妇，竟敢撕毁密信，以该当何罪呢？狗日的，咱家剁了你！美女真的不知道那是啥东西，我就是看着好烧，我就把它点了。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啊！哎，不过我把密信已经记在脑子里边了。老娘听着也不像啥密信呀，不就是写着什么父亲啊、爹呀、1243啊、夫妻啊什么的吗？没文化。大人请看。若与杨秋池之前的破译对照，密信的内容可以概括为：天有见闻，回朝可待。相公，他们能满意吗？放心吧，老婆，你老公是谁呀？密码破译天才，他们看了之后，肯定乖乖的就把他们放了，说不定还得请咱们大吃大喝呢啊！妈了个！放开我！哎呀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呀，贱犬！哎呀！哎，放我出去啊！哎，杨兄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嫂夫人，你也来了。马大人、知县大人，我都已经把密信里面的内容坦白交代了，干嘛还关我们呀？你这是非法拘禁，你知道吗？妈了个！宋大人，咱家还没弄明白呀，但是咱家觉得吧，这两个人得关起来呀。哎，就是，下官已经把他给关起来。哎，对，关了，关了。相公，老娘想好了，他们要是真砍脑袋的话，老娘一定跟大人们求情，让他们先砍你的脑袋。啊，老婆，你怎么这么重的口味啊？杨夫人果然是性情中人，女中豪杰，痴情女子啊！
龙子勋，你行不行啊？你能不能不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啊？难道你不明白嫂夫人的意思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反正都是被砍头，先被砍头的人不用看后被砍头的人人头滚滚，咕噜咕噜的场面。嫂夫人，这是为你分忧啊！哎，你什么星座的呀？这么感性？你不是之前已经帮我研究过，我是处女座吗？哦，对，处女座。老婆，你怎么那么好啊？还把这种咕噜咕噜的事情都让给了我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呗。不过没机会。龙子勋，你为什么被关在这儿了？说说你的事儿呗。说来话长。大人，哎，此信如此深奥，这译文怕不是杨秋池瞎编的吧？耍花枪！妈了个！我把这狗日的剁了喂狗！案情便是如此，我这明显是冤案。你明明没有杀你老婆，这供词上的纰漏比黑洞还大，可是为什么还要让你秋后凌迟呢？周师兄，你我注定是难兄难弟啊！要不是杨秋池那个饭桶毁了密信，我早就查到见闻余党的下落，废了他的武功，替师父报仇。师父也有师父啊。另外那个杨秋实好像也不叫饭桶吧？手无缚鸡之力，不是饭桶，也是废物。那还是饭桶好听一些。师父，我跟您一起追查见闻余党，顺便报仇。您的仇就是我的仇，谁让他们绑架我啊？不必了，云儿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自有打算。师父，那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啊？查到广德县见闻余党的下落，就能引出更多的人，到时候为师自会一网打尽。这样一来，江湖上就要掀起一阵血雨腥风啦！嘿嘿。江湖，云儿，江湖其实永远都是一潭静水。静水。江湖中人都是鱼，为鱼者不可脱于渊。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刚刚说的那等张狂宵小，哪配做江湖中人？顶多也就是小虾罢了。虾？你年纪还小，这些等日后你会慢慢懂的。不过，等徒弟明白了的时候，也就长大了。长大了，这个世界就没有那么好玩了吧？这世上本来就没什么好玩的，不过也都好玩。哎，师傅！唉，这什么破地方，草菅人命，完全就不适合我这种屌丝生活嘛。是时候该想想，该穿越回去了。秋池，相公，相公，秋池，秋池。唉，这穿越回去就没老婆了。虽然这老婆长得……相公，不是有句古话叫做什么“爱的奉献”吗？穿越回去也还是没有女朋友，买不起房，也看不起病。可是留在这儿呢，就要被砍脑袋，这怎么办呢？秀才，龙哥，龙兄，大人请看，这两份乃是杨范秋池前后所供述的文字。是不是杨秋池已经破译了密信了？
还需要再确认一个细节。宋大人，杨秋池真的只是一个小混混？正是，从无功名，更没有任何官场经验，超虫一般的人物。如此，大人，杨秋池真的是破译了密信。当真吗？属下等人参照原文和译文，综合以前的消息端倪，再加上那小混混卑微、见识窄小，能够肯定他不可能编造出来，所以应该是真的。这就是见闻余党的密信，这就是译文。正是，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呐！妈了个三儿，大人这次的功名利禄，忘不了你和弟兄们啊！多谢大人。依据属下判断，这位杨秋池的破译能力实属罕见呐。锦衣卫数十个千户都破译不了的。妈了个，这个狗日的，一晚上就可以破译了。这狗日的留着有用啊！是。糟糕了！这马大人竟想提拔杨秋池，咱们把杨师子扔进牢里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呦，如何拿捏呀？愁死我了！正是啊，老爷，您这几日如此对待那厮，若他跟了马大人，恐怕第一个要报复的对象就是老爷您呐。此外，持密信的谢寡妇，可也是老爷您放的呀。这杨秋池可都知道啊。这个如何是好啊？简单啊，老爷，小的早就跟您提过了，干脆把那厮给砍，一了百了。嘿，老爷，您就可以继续升官发财啊，小的就可以继续追随您呐。老爷，您若牵扯进见闻此案，此等大案可是要诛九族的呀！您想想，夫人、云儿，诛九族啊！哎，小的倒没事，小的不在列呀，是不是？哎。真是！谁说你没事了？按照本朝律令，这案子应当诛10族，包括你。哎，爹，不急，您看这儿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他杨秋池救了你我的命啊！兄台，经过龙某对官场的规则分析，此次恐怕凶多吉少，看来活命的机会不大呀。唉，原来宋知县也会丢卒保车啊！天下乌鸦一般黑呀！哎呀，早知道我就应该早早的结束我这个悲惨的处男生活。龙某尚有一事不明，杨兄弟既然有夫人，为何还是处男啊？哦，我是精神上的处男。嗨，可叹可叹。就以败之事者，如遇临崖之马，休亲侧一边；图垂成之功者，如挽上潭之舟，莫少停一照。
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我放慢了步调，感觉像是喝醉了。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大板牙，开门！哎，来了。肯定是给兄台道喜来了。道喜？那不就是砍头的意思吗？正是兄台，你我下辈子再会。嘿嘿，大小姐，这边。打开了。哎，大小姐，请。昨晚睡得好吗？吃早饭了没啊，哥？哥，我爹他们待会儿就过来看你。贤侄啊！哎呀，贤侄，这茶喝着还可口啊！啊！贤侄，知县大人翻查了家谱，发现杨公子竟然是知县大人的远房亲戚。准确说，你是我爹大姨妈外表就三姑父堂侄子的外甥女婿的姑表外甥，我的堂哥。他们真要服侍拉拢我，肯定是密信破译成功了。赞！我应该抓紧100年一遇的发展机会，狠狠地敲竹竿。贤侄啊，令夫人已经送回家了，你还有什么牵挂呀？没有任何牵挂了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我可以去死了。怎么能就说到死了呢？啊，叔父大人一定会尽力为你开脱罪责的嘛。别啊，别啊，叔叔，我怎么能忍心让你帮我来担这个责任呢？这不符合咱们大明朝的价值观，我还是去死比较好。就是嘞，就是贤侄，为叔父的，就算粉身碎骨，也要保全你啊！哎呦，别，为我不值当！你说我这一穷小子，身无分文的，虽然还有2吊钱在身上，我也希望有个50两在身上。50两？我还破坏了您的神木，马上就要秋后凌迟，这么一个犯罪分子，不值当啊！爹，赶紧让账房给我哥拿50两银子。马上就办，马上就办！哎，好。老板，倒是快点儿！你儿媳妇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怎么突然之间切肉的手法又细腻又温柔？细腻是细腻，但是不老练啊！你瞎说什么？什么不老练？不是，你看呐，他现在浑身散发出的那种气质，这种光彩，能跟以前一样吗？就是态度比以前好了。这身段，来，给肉，3个铜板。谢谢你啊！哎呀，真温柔啊！你看这肉切的多细腻。宋叔叔，我这密码破译的不成功，为了您的飞黄腾达，您还是打我的屁股比较好。还有为了宋美眉，我这不是让人家遭受命运的捉弄，也别耽误人家飞黄腾达。为了咱们大明朝做点贡献，我愿意遭受这个不白之冤。哎，不会吧？我爹说你破译的很好，马大人十分满意。没什么文化，我才疏学浅。云儿所言不错呀。哎，贤侄啊，叔父之前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办案而办啊，不得已啊。可那神木呢？一根破木头算得了什么东西呀？我早就想把它砍了。你看，一时没时间，还得麻烦贤侄啊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是捕快高手，高手。所以呀，这以你的才华，你看是不是能在破获见闻余党案的同时，顺手也把白千栋家这个案子给破了？宋叔叔、宋美眉，你们2个对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大恩大德，这事儿
我办了。如此，你看，哎，不过，你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仵作学徒，都是编制外的，不是编制内的，要去查命案，这不得遭受社会舆论谴责吗？我让爹升你做仵作不就得了？谢谢宋妹妹。仵作是我杨秋池一生的梦想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下等的差遣执事，被老百姓看不起，3代之内也不能参加科举公务员考试，还没机会全力寻租。不过，我愿意鞠躬尽瘁的去办理此案。你贤侄之才怎么能做仵作呢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就宣布，从今日起，你担任广德县大牢的狱监。狱监？哎，耶！不过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能不能我需要一个得力助手？好说好说，哎，咱们边走边说，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好地方？哎，走，哎，那个云啊，你留下啊。哎，我们走，咱们边走边说啊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好地方，进来就知道了。走，来。什么地方？这是请。哇！杨兄弟，你们常人太腐败了吧！贤弟，大家正在这等你呢，别跟大家客气啊！来。这里怎么样啊？非常不错，这明朝的马杀鸡啊，太爽了，太爽了。可是啊，就是没有一个妥当的名字呀。哎，对了，要不你帮着起一个？哎呦，那肯定就叫天上人。哎呦，不行，这名不行。人间天堂吧。应你的要求，你要的这个啊，得力助手来了。龙子旭，你多久没洗澡了？啊？哎。你会想吗？偶尔还会想我吗？爱情故事主角已换作他，对我没说完的情话，没有结局的童话。我想我是时候蒸发，把幸福筹码都留给你和他。那些照片留在心里的画面，你现在是否还能想起昨天？为什么对他比我好一些，让我一个人度过寂寞